战牧尘答道：我跟妈妈，妈妈带我们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。战维笑道：那七叔带你们去海洋世界和动物园玩吧，你们小孩子都会喜欢的。游乐场有很多项目，这么小的孩子不能玩，去了就不能尽兴。战维就不打算带侄儿女去游乐场玩了，况且他们战家老宅就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，从宝宝出生后，老宅里的游乐场设备全都换成新的了。奶奶说当初那些游玩设备是给他们兄弟几个准备的，他们都长大了，就该换成新的了。好，战牧尘点点头。战维叫的点心送上来了，他对海童说道：大嫂，你们先吃些点心垫垫肚子，等会儿我再带你们去我在这边的房子，我已经吩咐了管家多做点你们喜欢吃的菜。海童说道：我们也不饿，要不还是让我们几个住在这家酒店吧，你天天要上班，我们是过来玩的，不好占用你的工作时间，你让管家当我们的导游就行了，不必亲自陪着我们。那可不行，大嫂第一次过来，不去我家里住，还住酒店的话，回去大哥能扒了我的皮。我宫格可以交给下面的人去做，先陪你们玩几天。我也想陪一陪贝贝，免得过年回去贝贝都不记得我这个七叔了。他的工作在阳城，平时很少回家，也就过年的时候才会回管城一趟。家里的侄儿女对他这个七叔印象都不深了，侄儿太多，不记得他这个七叔就算了。贝贝是他们战家几代人才盼来的闺女，他都视若亲生，可不能让小侄女忘了他这个七叔。大嫂，就你带着2个孩子过来吗？保镖和保姆没有跟着。战维拿了一块点心给侄女吃，问着海童：大哥放心，让大嫂一个人带着2个娃出远门，他们在后面2个保姆都孕机，下飞机后难受得很，我让保镖先照顾他们，等他们缓过来了再过来，不带着保镖和保姆出门。你大哥也不会让我们母子3人出门的，若是只带着儿子出门，不带保镖，战印可能还不会说什么，毕竟海童有一身拳脚功夫，一般的人也伤不了他。战牧尘现在才6岁，不过从3、4岁开始就给他打好练武的基础，现在也练了2、3年的功夫，已经能放倒他的大表哥洋洋了。洋洋练了好几年，也就是跟普通的孩子打架能赢，遇到真正学过功夫的小孩子，他往往不是对手。当初带他去学武，师傅就说过了，他没有学武的天赋，只能靠坚持，时间长了就能比一般人好一点，主要是能锻炼身体了。带着战西出门，战印就紧张不已，统共就一个宝贝闺女呢，他看得比眼珠子还重，要不是有急事他出差了，他都要放下手里的工作，陪着妻儿出门散心的。为了让战印放心，海童只得答应带着保镖及保姆出门，有保姆跟随，他照顾孩子也能轻松很多。奶奶身体好吗？战维关心地问道。我最近太忙，都没有时间回去看望奶奶。海童说道，奶奶身体还算可以，不过毕竟年事已高，一些老人家会有的病，他老人家也有，家庭医生隔一段时间就会过来给他把脉，开点药给他调理调理。现在奶奶越来越像个小孩子了，每天都不肯吃药，得哄着他吃。知道我要来阳城，奶奶还想跟着来呢，被你大哥劝住了，他身子骨是不如前了。海童是希望老太太能够长命100岁的，像费老先生那样。费老先生在100岁那年去见他的家主了，活了足足1个世纪，他离世属于喜丧。奶奶惦记着你们这几个的婚姻大事呢，他老人家说他精力不好了，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到处跑，到处相看孙媳妇，说你6个哥哥的媳妇儿都是他相中的，就你和老8、老9不是，说你们3个还不结婚，他就算去见了爷爷也都不能瞑目。我这次过来，奶奶以及二叔二婶都交代我，一定要当面催一催你，老七，你今年都31岁了，也是要考虑你的人生大事了。
阳城这边就没有适合你的女孩子吗？二婶说只要家世清白的，品性好的就行，也不一定非要与我们战家门当户对。海童说道，我们帮你介绍相亲对象，你又说太忙没空回去相亲。他这个长嫂也是很操心几个小叔子的人生大事的。现在战家的9位少爷也就只有3个未婚的了，老七已经31岁还单着，就连战印这个当大哥的都着急起来。他当初和海童闪婚时也不过30岁，老七如今比他当年还大1岁呢。战维笑了笑说道，大嫂，婚姻是讲究缘分的，我的缘分还没到吧？回去跟奶奶说我会结婚的，等我遇到了喜欢的女孩子一定结婚。他老人家现在曾孙有了7个，曾孙女也盼到了，就不用着急抱曾孙的事了。海童要了一杯咖啡，等服务员送来咖啡后，他端起自己那杯咖啡喝了2口，放下杯子后，他说道，奶奶现在不是盼着抱曾孙，他老人家是觉得对不起你，在你到了适婚年龄时，他老人家年纪太大，没有精力再帮你挑选媳妇儿。我又不怪奶奶，真不用着急，大嫂，等我到了35岁还是单着的吧，我就不强求缘分了，你们帮我挑一个结婚对象，只要是个女的，你们都满意的，我就娶她。战维相信自己的几个嫂子都是真心为他好，有几个嫂子帮他挑选结婚对象，人品肯定错不了。有没有感情他无所谓，相敬如宾过一辈子也不是不行，说不定能够先婚后爱呢。像大哥大嫂不就是先婚后爱，如今结婚多年，孩子都生了2个，感情还好的如同初恋。这么多年来，不是没有女人想插足兄嫂的婚姻，但没有一个成功的。大哥眼里只有大嫂，并不会因为成了老夫老妻就会厌倦。他们战家的男人就是那样，只要结了婚，便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永不变心。35岁也太大了点儿。海童说道，你的哥哥们，最晚的也就是你大哥，他当初和我结婚也就30岁呢。战维也端起自己那杯咖啡想喝，怀里的小侄女仰头看着他，想喝他的咖啡。贝贝，这是大人喝的，你可不能喝哦。你和哥哥可以喝点果汁或者温开水。贝贝看看妈妈，又看向哥哥，便懂事的继续吃着他的点心。贝贝不能吃的，大人就绝对不会给他吃，哪怕他哭闹都不行。要是能吃的，他只需要一个眼神，大人也会拿给他吃。小丫头聪明得很，她窝在七叔的怀里，优雅地吃点心。不过这些点心还是不如六叔做的好吃呀。六叔又好久没有回来了，他怪想念六叔做的点心，还有饭菜，特别好吃。六叔一回来，总会给他做很多适合他吃的饭菜。七叔，小丫头叫了一声战伟。哎，贝贝怎么了？战伟低头，温柔地看着怀里的小丫头，温柔地问着。想你。战维的心顿时软成了一滩水，他低头就在贝贝的脸上亲了一口，笑道：七叔也很想你，还有你的哥哥们，总之七叔是无时无刻都在想你们。战牧尘说了句：七叔想我们为什么不回家？七叔忙吗？战维伸手摸了摸大侄子的头，等忙完这段时间，七叔就回去一趟。老公突然传来一声惊叫。战维未婚，他不是谁的老公。听到别人叫老公，他没有反应。老公，你居然敢背着我在外面养小三，居然还有了2个孩子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说你对得起我吗？叫老公的那个女人边叫骂边走过来，她声音大，这样一叫喊，整个咖啡厅的人都听见了，全都望向那个女人。战维是觉得那声音耳熟得很，才会循声望过去，结果就看到了气冲冲走过来的蓝若若。他剑眉一蹙，这个女人怎么会在这里？她叫谁老公呢？她不是未婚吗？快30岁的老姑婆了，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就是太过于强势，又是个工作狂，所以没有男人想收她的。
让他单身到现在29岁了，连个追求者都没有。长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？男人娶老婆更看重内在，年轻貌美、身材好的，通常被他们定位在情人这个位置上。当然了，若是能娶到既美貌如花又有能力的女人，那真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了。像占为的几个哥哥娶的嫂子，个个都是要身材有身材，要家世有家世，要能力有能力。下一刻，兰若若风一般冲过来，在占为的面前停下来，也不等占为开口说话，他就是一巴掌抽到了占为的脸上，啪一声响，不仅将占为打傻了，也让海童看傻了眼。虽说阳城距离管城很远，阳城的人应该不知道占为是来自管城的占家，但以占为在阳城的成就，应该也没有人敢这样对他吧。占为，你对不起我，背着我在外面养小三，还生了2个孩子，这2个孩子跟你都有2、3分的相似，你别说不是你的哈。你对不起我，我讨厌你，气死我了。兰若若说着，又要一巴掌甩过去，被占为截胡了他的生意。他现在的确很想揍占为一顿，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赏占为2巴掌。第2巴掌并没有落到占为的脸上，被他大嫂攫住了手腕。海童已经站起来，右手狠狠地攫住了兰若若的手腕。占为还抱着他的宝贝女儿呢，还手不是很方便，他也怕这个女人不小心会伤到贝贝。兰若若看向海童，这个少妇还真是漂亮，气质也好，看上去还精明能干的，像是个女强人。占为什么时候认识这样一个少妇？占为一直不恋爱，难道是他喜欢的是少妇？不得不承认，眼前这个少妇是真的很漂亮，很养眼，他若是男人的话也会喜欢。放开我，你勾引我老公还好意思？哪来的疯子？占为是你老公吗？你们俩是夫妻关系？占为连女朋友都没有，哪来的老婆？海童板着脸，我是占为的大嫂，不是他的小三小四，这2个孩子是他的亲侄儿女。我老公和占为是兄弟，兄弟之间有点像很正常，兄弟有点像侄儿女跟皮叔有个2、3分相似，有什么稀奇的？兰若若，你是占为的大嫂呀？占为这个大嫂手劲真大，他都挣不脱，练过功夫的吧？占为将怀里的小丫头放在占慕辰的身旁，占慕辰赶紧将小妹妹抱起来，防备地看着兰若若。占为起身，伸手去抓住了兰若若的手，对海童说道：大嫂，你可以放开她了。海童松手，问小叔子：老七，这个女人你认识？看样子2个人关系还不太好，这个女人是故意这样做的吧？想败坏占为的名声，还想借势揍占为一顿。乔占为被打到的那边脸已经红肿起来，上面印着鲜明的手指印，可见对方用尽了力气的。兰若若，兰氏集团的副总，认识了好几年的，也是我的死对头，天天跟我作对，抢我的生意。兰若若命令他：占为，你放开我。兰若若，你刚才叫我什么来着？老公？没有，你听错了，我叫你死男人呢。天天跟我作对的是你，你抢了我的生意，我谈的好好的单子被你截胡了，害我前功尽弃。占为，这件事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，我跟你没完。占为松开了他的手，指指自己被他打过的脸，黑着脸说道：兰若若，你将我打成这样，是我要跟你没完。做生意都是凭自己的本事签单，我能签到你谈的单子，说明是我有本事，怎么输了不服气？也不想想你抢了我多少的单子，你抢我的生意就可以，我抢你的生意就不行。放心，今天我也不会就这样算了。你打了我就算了，还吓到了我的侄女儿。兰若若，你不向我赔礼道歉，解释清楚，我就……兰若若下巴一抬，傲气地问他：你就怎么样？他可不怕他。